他说他是美国之子，很多人都在支持他，但是这对美国真的必然是一件好事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在他的竞选广告中如此告诫美国选民，能够让竞选对手承认他备受民众欢迎，可见奥巴马当时的人气已经高到了何等地步。麦凯恩的告诫在当时被视为失败者无能狂怒下无理取闹的指责，没有得到任何人的重视，奥巴马还是十分轻易地赢得了选举。然而讽刺的是，在10余年后回看，麦凯恩的竞选广告却如同对未来的精准预言。正是这位备受美国民众欢迎，直到2届任期结束还有 59% 的高支持率的美国总统，在自己任内为美国社会埋下了撕裂混乱的种子。奥巴马的前半生看起来就像一个标准的美国梦。他出生于美国的婴儿潮期间，母亲安·邓纳姆是一名美国犹太学者，在夏威夷求学期间遇到了前来留学的肯尼亚青年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并在对方高超的撩妹技巧下沦陷。两人很快结婚，并于1961年生下了奥巴马。不过在奥巴马出生之后不久，他的父母就因为求学规划的不同异地分居，最终婚姻破裂，奥巴马由母亲继续抚养。安德纳姆在离婚之后又认识了一名来自印尼的留学青年，与之结为伴侣，并带着孩子追随其到印尼生活。直到奥巴马10岁时，他的母亲因为工作繁忙加之身体不好，将奥巴马送回美国，交给他的姥姥照顾。之后，奥巴马在姥姥的资助下进入夏威夷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西海岸最大的单校区私立学校普纳河学校就读。在学习期间，奥巴马积极参与盛行一时的嬉皮士运动，与同学创建大麻帮，一起在烟酒大麻中寻找快感。不过，奥巴马并没有因此而耽误学习，相反一直成绩优异。在中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加州西方文理学院求学，并在2年后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大学毕业后，奥巴马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以一个民主党社区组织者的身份为基层提供社会服务。在这期间，奥巴马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家族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当中处于重要地位的米歇尔，并生出了政治野心。于是在1988年，他又去哈佛大学进修，与大多数美国政治家一样，深入学习了法律知识，并以极优等的成绩取得了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不到1年，奥巴马就领导了伊利诺伊州的投票计划，旨在让该州因种种原因未登记为选民的非裔美国人成为选民。通过这种方式，奥巴马帮助民主党稳固了他们在伊利诺伊州的优势，随后便被芝加哥商业报评选为40岁以下最有潜力的政治家之一。随后在1996年，奥巴马成功当选伊利诺伊州的州参议员，并在2001年成为2党联合行政委员会联合主席。2004年，奥巴马向伊利诺伊州联邦参议员席位发起冲击。成为联邦参议员后短短3年，奥巴马就宣布要向美国总统宝座发起冲击，并一举战胜了风头无限的希拉里·克林顿和经验丰富的乔·拜登，成为民主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此时恰逢2008金融危机爆发，共和党作为执政党难免要为这场灾难负责。在这样的情况下，喊着改变的口号的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自然比口口声声国家为重的约翰·麦凯恩更受选民的欢迎。更何况奥巴马的人生经历是如此传奇，从黑人中产一路奋斗到美国总统，堪称美国梦的现实写照。奥巴马本人也极具魅力，其演讲极富动员力，并且相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传统精英，他温文有礼，能够让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尊重。于是在这场美国总统大选中，奥巴马大获全胜，甚至连印第安纳州这样的典型红州在这场选举中翻蓝，可见奥巴马在美国是何等受欢迎。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政绩同样值得称道。在他任内，美国以较快的速度走出了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推出了一系列扶贫济困的法案，并从伊拉克这个战争泥潭撤军。此外，在对外战略上，尽管奥巴马被一些美国人批评为软弱，但无论是通过伊核协议拉拢伊朗，还是通过 TPP 孤立中国，在当时看来都是对中俄这2个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有效威胁。故而总体来说，奥巴马在美国一直颇受欢迎，直到卸任时，他在美国的支持率依旧高达 59%， 这在美国总统当中是十分少见的。可任谁也不会想到，在奥巴马卸任后不久，美国社会政治便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撕裂。在社会层面上，贫富矛盾、种族矛盾、价值观矛盾加剧激化，各种抗议游行此起彼伏，甚至会出现2群持不同意见的游行者当街打起来的混乱场面。就连原本应当更多的考虑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程度上寻求共识的美国政府，都成为了2党拉锯的战场，双方都在竭尽所能的给对手添堵。传统政治当中大局为重的默契荡然无存。如此严重的内部分裂，不出意外的导致美国以惊人的速度走向衰落。许多人将这一切归咎于特朗普的疯狂，指责他完全没有总统的样子，当了总统依旧如选举时一样，
只为一部分选民发声而攻击另一部分人，认为这导致了如今的美国乱象。但如果深究其根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的种子其实都是在奥巴马任内埋下的。美国社会的撕裂归根究底还是源自于分配的不平等。以华尔街金融资本为代表的前 1%， 甚至是 0.1%， 将美国通过全球霸权从世界攫取的利益瓜分殆尽，底层民众不仅没有从中获益，甚至很可能还受到了伤害。统计数据显示，自里根进行新自由化改革以来，美国经济脱实向虚，制造业严重衰落，随之而来的是制造业工人这一相对高薪的岗位大幅度减少。那些失去岗位的工人大多只能去从事薪水更低的服务业，生活水平因此严重下降。因此，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尽管同是经济危机的受害者，很多美国人对这场危机却并不是全然的痛恨。毕竟在这场危机当中，受伤最重的还是那些金融巨头，算是给那些因金融巨头受伤的人出了一口恶气。并且在许多人看来，在金融化捅出了这么大的篓子之后，美国政府的政策也应当会有所改变，重新回归到实体经济上来。美国制造业企业将从中获益，民众也将获得更多高薪机会。然而，奥巴马在他的经济刺激计划当中，却将金融部门当成了最主要的救济对象，反倒对是那些本是被金融业连累的制造业关注不足。或许奥巴马的期望是，政府将资金放给华尔街后，华尔街会以投资的方式将其注入制造业领域，即使是被以奖金形式直接发放给员工的部分，也将转化为消费提振制造业。可事实却是，华尔街在拿到这笔钱之后，只管哪里赚钱投哪里，对那些真正急需资金支持渡过难关的企业视而不见，哪怕是通用这样的老牌巨头都不能幸免。而那些员工奖金更是绝大部分都流入了高官的金融账户，而没有进入实体市场流通。如此一来，那些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顶住了诱惑，继续以保守的方式投资的美国企业，愤怒地发现，在自己艰难度日濒临破产的时刻，那些捅了篓子的金融巨头高管，竟因为政府的兜底，还可以继续拿千万奖金花天酒地。既然做制造业吃力还不讨好，那谁还继续自讨苦吃？于是人们就看到，在金融危机过后，尽管美国政府喊出了再工业化口号，但实际上美国的制造业在 GDP 中所占比例却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加剧，也意味着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底层美国人生活愈发困窘。于是零元购开始在美国盛行，极大地扰乱了美国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混乱严重打扰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加之奥巴马所谓的扶贫计划，最终也是将负担压在了这些美国中产阶级身上。种种不满促使他们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抛弃了传统政治精英，将本身就是大商人，为他们认为不会向华尔街资本妥协的特朗普推上了总统宝座。特朗普也确如他的支持者们所希望的那样，始终如一，一上台就推翻了奥巴马时期的众多行政令，引发了民主党的强烈不满，也导致美国的内政外交陷入混乱。许多人因此指责特朗普在政府内制造对立，殊不知无论特朗普是否这么做，美国政府的对立都已经无可逆转。早在奥巴马在他的第一任期，仗着民主党在国会的人数优势，在未与共和党达成任何共识的情况下强推救市计划时，美国的所谓政治默契就已经没救了。若非如此，也不会出现2013年的美国政府停摆危机。到了奥巴马执政后期，由于民主党失去了国会多数地位，他的许多政策都无法在国会获得通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奥巴马所做的却并非设法弥合矛盾，而是变本加厉，直接绕开国会，用总统行政令强推政策执行。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党的愤怒，令两党关系更加撕裂，也使特朗普能够在上台之后，通过前总统废除行政令的方式，轻易推翻奥巴马的政策，令美国内政外交陷入混乱。当初美国人选择奥巴马，以为一个黑人总统能够很好的弥合美国的社会矛盾，结果正是奥巴马的种种政策让美国的社会矛盾彻底无可挽回，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谁是美国支持率最高的总统？在被问及这个问题时，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一定是带领美国走出经济大危机并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罗斯福，连任4届的光辉选举成绩也证明了他在当时高昂的人气。然而盖洛普的民调数据却显示，罗斯福并不是这一记录的创造者，这一辉煌记录属于一位如今在世界范围都不受待见的总统小布什。可这位万众拥戴的总统却一手把美国从冷战后的黄金时期带入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小布什本人也因此荣获美国最蠢总统的美誉。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小布什出身的布什家族是美国知名政商世家，初代家主塞缪尔·布什凭借个人努力，以一个普通技工的身份得到了一名银行家的青睐，
娶到了银行家的女儿，并在岳家的支持下最终接手了所在公司，成为美国知名钢铁大亨。次代家主普雷斯科特·布什在父辈财力的支持下进入耶鲁大学就读，并在大学期间加入了骷髅会，为家族赢得了通往美国权力高层的门票。他本人也顺利当选为美国联邦参议员。第三代的老布什同样表现不凡，一路走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带领家族更进一步。作为老布什的长子，少年时的小布什却仿佛基因变异一般，完全没有继承父祖的优秀品质。作为家族长子，小布什如同大多数美国豪门继承人一样，被父亲送往教学质量十分优秀的私立学校接受精英教育。但小布什很显然辜负了父亲的期待，几乎在所有的科目当中，小布什都只能拿到 C， 甚至还取得过英语考试0分的光辉历史。换作普通家庭，小布什这样的成绩最多就是能申请到一个野鸡学校。不过他毕竟有一个好家世，靠着布什家族继承人的身份，小布什不仅顺利入学耶鲁，还成功的加入了骷髅会。这样的经历让小布什觉得以自己的家世已经不需要努力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更将摆烂进行到底。当小布什从耶鲁大学毕业需服兵役时，正值越南战争高潮，美国将50余万兵力投入越南战场作战。当年他的父亲老布什面对二战毅然参军入伍，还参加了轰炸日本的危险任务，成为同机组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可小布什面对战争风险却是百般躲避，他借着家族关系，在自身条件不符合国民警卫队招募要求的情况下，强行加入国民警卫队空军，以免被派往前线。在国民警卫队中，小布什依旧吊儿郎当，整日饮酒作乐。他的上司实在看不下去，将他的岗位由飞行员调整为地勤，但小布什又嫌地勤太累，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在小布什的强烈要求下，他的父亲老布什托关系让他得以提前退役。退役后的小布什又被父亲送进哈佛大学学习商学，但他的这段大学生活显然还是光顾着喝酒玩乐，知识什么也没学进去。这一点从小布什哈佛毕业后拿着父亲资助的5万美元巨款，靠着父亲的人脉关系开石油公司，结果居然还能赔钱，就可见一斑。不过就如小布什早就知道的那样，他到底有个好爹。1980年，老布什成为里根的副总统提名人，与里根一道赢得选举。在接下来的4年中，老布什为里根执政提供了许多帮助，得到了里根的信任与支持。在1984年再度获得副总统提名，并被普遍视为里根的继承者。同年，小布什手上那家垃圾公司就被一家叫做光谱7的石油公司收购，而光谱7转头又被哈肯能源公司收购，小布什因此大赚一笔。从此之后，小布什的事业蒸蒸日上，但所有人都知道，这都是因为他的爸爸在仕途上一帆风顺。1992年，老布什谋求连任失败，小布什的日子便没有之前那么好过了。对此，小布什不满之下，转身参与政治，决心打败那个坏了父亲连任、影响自己过好日子的民主党。见儿子终于浪子回头，不再完全摆烂啃爹，而是想要靠自己干些正事，老布什欣慰之下，自然要最大限度地发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儿子提供帮助。有前总统的专业团队加持，哪怕小布什本人不学无术，甚至被选民评价为一看就是个傻乎乎的，他依旧首次参选就当上了德克萨斯州州长，并在1998年成功连任。随后，小布什以州长的身份参加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最终险胜民主党的候选人戈尔，成为美国第54届总统。此时，小布什接手的是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都空前强盛的美国。里根和老布什拖垮了唯一一个能够与美国叫板的苏联，让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有的超级大国，并通过海湾战争这样一场对第三强国的碾压性胜利，彻底树立了美国的权威。在此基础上，克林顿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利用全球产业链和金融工具从全世界吸血，使得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一转美国在国债和财政上的长期压力。合法性时常遭到质疑的小布什在民调中的支持率一举冲上了 92%， 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支持率最高的总统。随后的美国中期选举，小布什所在的共和党顺势一举拿下参众两院，小布什执政再无掣肘。拿着这样一手好牌，小布什志得意满，打算完成一些超越父辈功绩。在他看来，自己的父亲之所以会输给克林顿，就是因为在海湾战争中选择打赢就走，而没有摧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赢得不够彻底，没能让美国民众产生足够强的国家荣誉感。高昂的战争开支很快耗干了克林顿时期才积攒出的一点美国财政盈余，为继续维持战争，美国政府不得不设法搞钱。考虑到增税必然会导致支持率下降，小布什选择借钱打仗。而在经过了里根、克林顿的改革之后，美国国内能够拿出这样一大笔钱的就只有美国金融集团了。想从金融集团手上拿钱，自然需要给出相应的好处。
就这样，为了维持战争，美国政府对金融行业的监管变得越来越宽松，这导致美国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愈发严重。而实体产业的快速外流，则使得美国失去了大量相对高薪的制造业工人岗位，美国原本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随之崩塌。同时，监管的缺位令金融资本赌性日重，最终酿成了美国2007年的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